一般上藍籌股利潤大跌，股價就會跳空。但 FNN 偏偏不按這個劇本來。2026上半年 FNN 集團淨利潤跌了 33%， 整整1/3就這樣從財報裡消失掉。第二季的核心淨利潤比去年同期跌了 32%， 比上一季又再跌了 17%。 如果我們用正常的邏輯來看，一定覺得這家公司的基本面應該是毀了。但股價呢？估值依然徘徊在20多倍 PE。 在馬股20多倍是市場給還不錯的公司開出的價格，不是給一家利潤跌30%的公司開出來的。然後管理层同时也宣布中期派息每股30西安，跟去年一分不差，利潤跌了1/3，但是派息怎麼可以保持不变？到底是管理層在用派息硬撐面子，還是這幫機構投資者集體裝傻，看不見那個利潤跌了 33%？ 還是說有一種可能，這筆利潤上的痛根本就不是你以為的那種生意变差了？如果我告訴你，財報上那個數字背後藏的是 FNN 為了未來的護城河主動付出的代價，那你對這只股票的判斷會不會開始動搖？好，先冷靜一下。在我們聊估值合不合理之前，必須先看看財報，因為很多人一看到淨利跌 33%， 腦子裡已經自動播放公司暴雷的畫面了。但就像黃小虎說的，沒那麼簡單。第一組數字，集团半年 revenue 是 25.3 億，與去年比較就跌了 7%， profit 是 2.08 億，與去年比較更是跌了 33%。 這兩個數字擺在一起已經夠難看的了，對不對？但這裡有一個問題， revenue 跌了 7%， 為什麼 profit 會跌到 33%？ 這兩個數字的落差才是整件事的關鍵。先把這個問題留着，我們繼續往下看。第二組數字 F&B Malaysia 這個 segment 的 revenue 逆勢增長了 2%， 達到 15.86 億。發現了嗎？集團整體營收在跌，但馬來西亞的本業在漲，東馬銷售在擴張，學校牛奶計劃還在跑， HoReCa 渠道也就是酒店、餐廳、餐飲那一塊也在成長。所以如果你只看這一塊，它其實沒壞，那問題就是在別的地方了。第三組數字F&B Indochina 半年 revenue 跌了 19%， 從 11.7 億直接掉到 9.48 億，有這兩個原因才會掉到阿媽都不認的。第一，泰國國內的消費情緒軟了，市場偏弱。第二，泰柬邊境持續關閉，這條路一斷，柬埔寨的銷售幾乎直接蒸發，這不是需求不見了，是貨根本送不進去。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隱藏成本 Agri Valley 牧場，牧場現在還處於投產前階段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每一季都在產生運營成本，包括飼料、人工、折舊、設備等等，但產出還沒到規模化的階段，沒辦法把這些成本攤薄。說得更直白一點，錢在燒，奶還沒開始真正賺。所以現在把這三層疊在一起，你就明白了，馬來西亞本業是穩的，甚至還在增長。Indochina 在失血，而且是被外部因素砍的。Agri Valley 牧場還在燒錢，但這是主動選擇的代價。三層同時壓下來，就是你在財報上看到的那個 33%。 這不是整家公司的生意全面轉差了，而是三個不同的問題疊加在同一份利潤表裡，然後市場只看到了那個最難看的數字。所以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不是它為什麼跌，而是這三層裡面哪一層是真的壞掉了，哪一層是在等待，哪一層是主動付出的代價。好，現在問題来了，利潤跌這麼慘，市場應該直接把估值壓下來，股價跟着崩。現實是什麼？ FNN 的股價是有小跌，但不至於 surprise 到急跌的那種。要麼是市場傻，要麼就是市場知道一樣我們還沒看清楚的東西。我們先從一個問題入手，到底是什麼在支撐股價？其實真正支撐股價的是一個可以被相信的未來結構。換句話說，你今天賺多少，市場不一定在乎，但你接下來有沒有一套說得通的增長逻輯，這個市場就很在乎。 FNN 現在手裡剛好就有這三張牌。第一張牌是本土 F&B， 你在上一段已經看到了，本土的 revenue 逆勢增長了 2.3%， 東馬市場在擴展，學校的牛奶計劃在跑，HoReCa渠道也在漲，本土 F&B 這一塊沒有垮，這是現金流的來源，是整個集團的地基，地基還在，整棟樓就還沒有倒。第二張牌是 Indochina， 這一塊是這半年跌得最狠的， revenue 直接跌了 19%， 但很多人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地方，Indochina 的問題是邊境關閉和消費情緒軟，不是品牌失去競爭力。
泰國市場在第一季度曾經因為政府推出的 Co-payment 消費補貼計劃，消費基數被拉得比較高。第二季度補貼效應退潮，這一季度的 revenue 比起上個季度下跌，屬於正常的基數消化，不是需求真的垮掉了。柬埔寨那邊新的乳製品廠在第二季度末已經正式開始運營了，但現在還在產能爬坡階段，啟動成本還在消化，而且坦白說，虧損比市場預期的還要高一點。一旦邊境恢復正常，產能上來，這一塊的供應鏈效率才會真正釋放出來。當然，有空間不等於一定會反彈，但至少這張牌暫時還沒有廢掉。但這裡有一個問題，值得比邊境什麼時候開更認真去想。如果 Indochina 的問題不只是周期性的邊境關閉，而是競爭格局在悄悄變呢？邊境關閉期間 FNN 的貨進不去，留下了一段市場真空。當地的品牌有足夠的時間，用更短的供應鏈、更靈活的定價去填那個空缺。等邊境重開， F&N 面對的可能不只是把之前的銷量補回來，而是一個競爭格局已经悄悄變過的市場。這個風險在財報裡看不見，這張牌要真正翻面，盯的不只是邊境有沒有開，還要看 Indochina 的銷售有沒有在恢復，有沒有在丟市場份額。第三張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張，就是 Agri Valley 牧場。以前的 FNA 是什麼公司？是一家加工商，買進口奶粉，然後加工和包裝，再賣給消費者。在整條鏈裡，它控制的只有品牌和渠道，最關鍵的奶是從全球市場採購的。這意味着什麼？全球奶粉漲價，它的成本就跟着漲，它沒有議價權，沒有緩衝，只能被動承受。這個位於森美蘭的 Agri Valley 牧場要改變的就是話語權這件事兒。現在的 Agri Valley 是什麼規模？總牛群超過8000頭，其中超過3000頭在產奶，每個月產出超過200萬公升。今年3月，第一批散裝鮮奶已經出口到新加坡了。它的目標是長期做到年產2億公升。如果這件事跑通了， FNN 就不再是一個受制於全球原料價格的被動加工商，它會變成一個掌握上游奶源的整合型食品集团。這兩者的差別就是有沒有定價主動權，有沒有成本護城河，有沒有毛利空間可以自己掌控。這一張牌目前還沒兌現，但方向清晰，很值得期待。把這3張牌放在一起，你就大概明白了市場在做什麼。它不是在給 FNN 今天的成績单定價，而是在給這3張牌全部兌現之後的 FNN 提前開一個價，那個價就是現在的20多倍 PE。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，我必須講清楚，這套邏輯成立需要3張牌同時不出問題。馬來西亞本業繼續撐着 Indochina 不能繼續惡化， Agri Valley 的產能爬坡要按進度走，任何一張牌翻車，整個敘事就會出現裂縫。接下來我要講一件很多散戶想不清楚的事。看到成本上升，利潤被壓，本能反應是這公司是不是在走下坡？但有一種虧損叫做主動選擇的代價，這正是 FNN 現在正在經歷的。剛才已經說了，今年3月 FNN 從森美蘭金馬市的 Agri Valley 牧場第一次把4萬升的鮮奶送進新加坡。問題來了，這場轉型要付多少學費？2026上半年FNB Malaysia 雖然 revenue 上了 2%， 但是 operating profit 跌了 18%， 從 1.74 億跌到 1.42 億， revenue 再增長， operating profit 怎麼反而跌了 18%？ 答案藏在2個具體數字裡。第一，約2500萬的乳牛場虧損，這是 Agri Valley 的運營成本，包括飼料、折舊、人工，所以收入還沒 fully scale up，成本卻已經開始跑了。第二，大約570萬的外匯損失，把這2項拿掉， FNB Malaysia 的 EBIT 其實增長了 5.7%。 簡單講就是現在壓着利潤表的有一部分並不是需求崩塌，而是 FNN 轉型的賬單。那現金流這邊呢？2026上半年集團在生物資產，也就是奶牛這一塊的資本投入，從去年同期的430萬跳升到6210萬，漲幅超過14倍。再加上廠房和設備的採購，整個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達到 2.93 億。但還沒完，截至今年3月底，集團還有 3.68 億的已承諾資本開支，等着在未來幾個季度陸續落地。錢是真的在燒，換回來的是一批正在產奶的奶牛，一座正在擴建的綜合牧場，還有一塊 FNN 正在自己種的飼料田，300公頃已經種下，另外300公頃正在準備，目標是年底前產出超過5萬噸自產飼料，把飼料成本從向外採購變成
自給自足。這件事如果跑通，它在原料端的成本結構會徹底變，產能擴展速度如果符合預期，牧場虧損就會開始收窄。這是整個轉型有沒有在起效財報上最快能看見的那個信號，直接體現在 F&B Malaysia 的 margin 上。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， 3.68 億的已承諾資本開支還在隊列裡，還沒付出去，資產繼續擴大而盈利在壓縮， ROE 被攤薄是必然的。說到底， F&N 不是在衰退， F&N 正在給自己動一場去貿易化的手術。現在財報上那些紅色數字是手術台上的麻藥，還沒退，手術成不成功要等產能真正跑起來才知道。但在判斷這只股票之前，你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儿，你看到的虧損是因為生意做不下去，還是因為它正在主動重建自己的成本結構？這兩種虧損不是一回事兒。認清這個區別，才算真的看懂了這份財報。好，到這裡是整支片子認知密度最高的一段，前面我們把數字拆清楚了，現在我們要問的是，拿到這些信息之後，市場腦子裡在想什麼？為什麼還願意給它20多倍 PE？ 分析機構給 F&N 的定價不是建立在這一季利潤有多好上，而是建立在一套垂直整合上游奶源的故事。機構不是看不見那 33% 的利潤跌幅，他們選擇暫時不跑，是因為他們認為故事線還沒有斷裂。這套故事要成立，需要幾個條件同時不出問題。第一， AgriValley 的產能擴展不能出現重大延遲，現在月產量超過200萬公升，但長期目標是年產2億公升，換算下來大約是每月1700萬公升。從現在的200萬到目標的1700萬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，而這段路上還要繼續燒錢。第二，飼料和能源成本不能繼續失控，中東局勢推高了化肥、饲料、包裝、天然气的價格，這些東西全都壓在 F&N 的成本表裡，不是管理層能直接控制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中東局勢緩和，成本壓力就有機会緩解，這反而會成為最快的催化劑。F&N 不需要做任何事，利潤率就會自動往上修復。第三， Indochina 不能繼續惡化，它佔集團整體營收將近40%，如果那邊的問題是結構性的競爭衰退，而不只是邊境關閉這種周期性的干擾，整個故事的基礎就會開始鬆動。3個條件缺一不可，問題就在這裡。這套垂直整合是 F&N 最深的護城河，同時也是 F&N 利潤表上最大的壓力源。F&B Malaysia 的營業利潤率從去年同期的 11.3% 壓縮到了現在的 9%。這個數字說明的是核心業務被牧場成本壓着，不是核心業務本身在走下坡。前面已經算過，如果把牧場虧損和外匯損失拿掉， F&B Malaysia 的 EBIT 其實是漲了 5.7% 的。這個區別非常重要，因為它決定了你接下來怎麼判斷。如果這個利潤率開始回升，說明整合成本正在被消化，下游運營效率開始跑贏上游投入，護城河在慢慢成型。如果這個利潤率繼續往下走，毫無改善跡象，說明整合的回報被持續延後，成本還在主導一切。市場就會開始質疑你不是在升級，你是在給自己加包袱。所以接下來每一份季報就盯2件事。第一， F&B Malaysia 的營業利潤率有沒有在回升，這告訴你 AgriValley 牧場有沒有起到作用，牧場成本有沒有在被產能攤薄。第二， Indochina 的營收下滑有沒有在收窄，這告訴你那邊的問題是周期性的邊境關閉，還是已經變成結構性的市場份額流失。這2個數字比任何故事都說話。好，我們把畫面拉回來，一邊是 33% 的利潤跌幅，另一邊是20多倍 PE 紋絲不動。現在你再看，感受會不一樣了吧？這不是市場沒看見那 33%， 是市場在賭一件比 33% 更大的東西。 F&A 依然是那只藍籌，但它已經不再是那只簡單的汽水股了，它正在創造歷史，把上游的牛奶供應、中游的加工、下游的品牌和渠道全部抓在自己手裡，砸進去的是10億令吉級別的資本開支，換回來的是一套別人很難複製的供應鏈主權。值不值，現在還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你現在站在這只股票面前，你要想清楚一件事，今天的 F&N 不是在賭銷量，不是在賭下一季的 EPS， 它在賭一件更具體的是 AgriValley 帶來的效率改善，能不能跑贏利潤被成本侵蝕的速度。如果你選擇站在看多的一邊，你的錢壓的不是利潤立刻反彈，你壓的是 F&B Malaysia 的 margin 會在某一個季度止跌回升。那一天到來之前，所有的痛都是投資成本。
如果你選擇站在更保守的一邊，你等的是 margin 繼續往下走， Indochina 的下滑收不住，飼料和能源成本在下一季再次刷新壓力。3件事裡面只要一件出錯，市場對 FNN 的耐心就会開始倒計時。這支影片不給買入或賣出的建議，但它給了你一套框架，讓你知道自己在看什麼，該盯什麼，什麼情況下要改變判斷。這比任何買賣建議都有用。這是我答應觀眾要研究的公司。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用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。我們下期見。